I'm not going to say, oh, I'm going to play hardball with China. I'm going to play hardball with you, President Xi. No. We're going to be very nice. They're going to be very nic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145% is very high, and it won't be that high.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high. It'll come down substantially, but it won't be zero. It used to be zero. We were just destroyed. China was taking us for a ride, and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We're going to be very good to China,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这美国总统川普啊，治国理政的方针呢，确实有点让人看不懂啊。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态度强硬，一会儿态度软化啊。咱也不知道他这是谈判策略啊，还是啊他自己就没有搞清楚他政策行进的方向啊。但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关于中美贸易战，川普的调门啊比一开始低多了。一开始不是中国报复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是报复，我给你搞到底，一直搞到你中国认怂为止。但是后来呢，中国不是不跟了吗？双方都拉到了100%多吗？他呢又把中国一部分的关税给豁免了。那现在呢，你看他又说什么？他说他跟习近平是哥们儿，非常友好。虽然他一直没等到习近平的电话啊，习近平一直不给他打电话，他都说跟习近平是哥们儿，而且还说了中国的关税太高了，应该降。那降到多少呢？也许降不到0%。那不到0%是多少呢？50%也不是0%，0.1%也不是0%啊。但你如果是降到1%、5%，那你这贸易战打个什么？那不最后打了个寂寞吗？所以川普啊，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治国理政的方针呢，我的总结就基本上是翻大饼，翻过来调过去也没个准信儿啊。但是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话题已经不感兴趣了啊，我都有点谈吐了。但我今天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中美贸易战背后的另外一个战场。什么战场呢？就是中美之间的稀土大战。这个啊，它影响力可能不亚于啊中美贸易战双方的关税大战。而这个呢，还没被很多人呢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可能注意到啊，4月3号那一天，美国总统不是宣布向全世界搞贸易战吗？每个国家的关税都不一样，最低10%，最高50%，中国是34%。正在全世界发懵的时候，4月4号这一天，中国就发起了对等报复，对美国进口到中国的商品也要征收34%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的商务部还对美国附加了一批报复。什么报复呢？就宣布7种重稀土元素对美国开始实行出口的许可证管制。同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18号公告，对铩、镉、锉、锑、钴、抗、乙等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尤其是还把美国呢好像6家还是9家的那个军工企业讲了，中国的企业不许跟他们打交道。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这些重稀土元素不许卖给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了，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公司啊，通通不能买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集中在关税上，但其实这个报复措施对美国来说挺狠的。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发起了一场卡脖子的稀土大战。那这场战争啊，因为这个可能战线比较长啊，现在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我给大家讲一下，15年前，中国就曾经利用稀土啊，跟另外一个国家打过一场稀土战争。这场稀土战争当时就被人称之为另外一场石油战争。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日本。喂，怎么了？怎么了？喂！2010年9月的时候啊，中国有一艘中国的渔船啊，开到了钓鱼岛。钓鱼岛那个地方，平时大家都知道，中日之间啊是有领土纷争，但平时呢是日本呢控制呢啊，所以过去中国呢也不怎么去。但是2010年9月7号这一天，不知怎么着，就有一艘非常爱国的中国的渔船啊，带着10几个渔民，就直截了当的、光明正大的就开到了钓鱼岛海域，开始捞鱼了。那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一看，哎，赶紧过去了，就冲这渔民喊话。人家中国的渔民也不听，继续捞。捞的结果呢，最后没办法，人家要制止啊，中国的这个渔船不听协呀，还直接去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哎呀，那把那个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吓坏了，说这渔船说态度过于强硬是吧？人就跑了。
一会儿又招回来2艘，一共3艘，就把这个中国的渔船给包围了。咱也不知道中国这渔船哈是不是中国政府派去的，反正这个态度是确实是出奇的强硬。面对3艘日本保安厅的巡逻艇，还是不后撤，还撞了1艘日本保安厅的渔船，厉害啊！当然了，那人家日本保安厅毕竟是3艘海警船，最后就把中国的这个渔船给拿下了，把这个姓詹的这个船长还有10几名渔民都给抓起来了。当时啊，这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围绕钓鱼岛问题啊，中日双方发生的最激烈的一次冲突。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强硬啊。9月21号这一天，温家宝不是到联合国呢吗？当时就敲打日本，说督促日本立刻放人，否则中国要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温家宝这个人平时说话都温文尔雅的，当时访问日本的时候都说：“哎呀，尽管风在呼啸，山在那里都不动，是吧？”引用日本的俗语，言下之意，中日2国一衣带水，谁也无法选择对方，就是邻居嘛。但是现在风也不管了，山也不管了，直接警告日本说：“你要是不听，我们要中国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了。”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呢？中国就宣布，中国的这些稀土出口的企业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就不卖给日本了。这下日本可慌了，为什么呢？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中国啊占有了全世界稀土产能的90%，当年啊。那有些个别的稀土啊，甚至占有了98%，而中国这个稀土呢，在2014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将近10万吨，就这个水平啊。这10万吨里面呢，那全世界的市场都被中国占领啊。出口的过程中间有2个大国，一个呢，第一大国就是日本，第二大国的是美国。日本当年每年从中国进口1.5万吨稀土，那这个呢，日本国内是几乎不生产的。那这1.5万吨全靠中国进口啊，日本立刻就傻了。所以呢，稀土的价格在短时期之内一下子飙涨了20倍，全世界都慌了。那中国如果要是用这种方式对待日本、对待其他国家，那怎么办呢？那有些人肯定要问了，那稀土这种元素，咱平时也没怎么听说，这不进口不出口，能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呢？那我跟大家讲，后果可严重了去了啊！首先，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对吧？垂直起降的啊，这一个 F-35的战斗机啊，它要用到930磅的稀土元素。大家都知道，稀土元素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产永磁材料。永磁材料就是飞机的发动机里面会用到。你比如说，这永磁材料里头啊，有一种特别好的磁铁，叫乳铁硼磁铁。这乳铁硼磁铁啊，乳铁大家都知道，硼这都是稀土元素啊。这乳铁硼磁铁的它好处是什么呢？它一个是磁性强，不容易退磁；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高温环境下它还能保持自己的磁性。你想想，飞机的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那高温动辄上1000度，对吧？那你乳铁硼这个磁铁还能保持磁性，这是现代几乎所有的战斗机你最核心的材料啊。那如果中国要是不出口了，那你想想 F-35就怕窝了，对不对？所以最近的雷神公司的老总就说了，如果中国要是全面禁止出口这些永磁材料的话，那 F-35的生产可能要延宕数年，真的就生产不出来了，因为你别的国家几乎没有生产能力嘛。还你比如说，美国不是有那宙斯盾战列舰嘛？这一艘宙斯盾战列舰大概要用到2.3吨稀土材料。还比如说美国的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这一艘弗吉尼亚级的潜水艇里头要用到9000多磅这稀土材料。还比如说美国的核潜艇中间的声纳设备里头有放大器，这放大器也是需要稀土材料的。还比如说现在特别先进的雷达，雷达中间的这个放大器也是需要这稀土材料的。所以在现代军工企业里面，这稀土材料是不可或缺的。你别看少，但是它是不可或缺的材料啊。那民用领域里头也不得了啊！你比如说这电动汽车，电动汽车里头最核心的元件是什么？电机嘛。这电机也要用到永磁材料，所以澳大利亚就说了，一辆电动汽车要用到的稀土元素大概只有200澳元，但没有这200澳元的稀土材料，这电动汽车就开不了。还你比如说，现在这绿色能源，风力发电站，风力发电站的叶片里头，那里头核心元件也是稀土元素。还比如说太阳能的光电板，这里头也要用到稀土材料。
还比如说一些催化剂，还比如说玻璃的抛光剂等等，都离不开这个稀土元素。所以稀土元素啊，它虽然说少，用的量不大，但是被称之为现代工业的味精，你离不开。其实这个还不是特别准确啊，味精嘛，你不用的话，味道普通一点还能吃，但是你现代科学、军事领域内和工业领域内离开这个稀土元素还真就不行。所以有人说了，现在每6项新发明中间有1项就跟稀土元素有关。所以你想，当时中国啊对日本宣布稀土禁运，那日本可不就一下子就慌了吗？所以后来没过多久，日本就把这个中国的渔民都给放了啊。但是中国那个时候算是打了一场漂亮的这个稀土仗。然后呢，中国就此开始常态化的巡航钓鱼岛，国内当时不是还搞了很多访日游行吗？所以那是一个转折点。所以那件事情嘛，把日本也给吓坏了啊。所以自从2010年以后啊，日本跟美国和欧洲国家啊向 WTO 起诉中国，说你中国啊利用自己的条件，你宣布对其他国家禁运，还加特别关税，违反 WTO 的原则。后来这个官司打来打去，一直打到2014年，宣布中国败诉。当时日本还专门发表讲话，希望中国能够接受 WTO 的这个裁决原则啊。所以到了2015年的时候，中国才取消了针对稀土的这些关税啊什么之类的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要讲了啊，那中国为什么在稀土这个领域内啊拥有这么大的话语权，拥有这么大的控制权呢？这说来就有点话长啊。这地球啊，不同的国家它的矿产分布它不是均匀的，有的国家呢它就资源很贫乏。你就比如说日本这个国家，日本的政府就天天教育自己的国民说，日本是一个这个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所以你看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资源都几乎做到了回收。但有些国家呢，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你比如说海湾那些国家啊，你别看地面上是沙漠，那打下去就是油啊，所以那些国家的国民也不用怎么努力，把油给抽出来，就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了。那你比如说有些矿藏也是分布不均匀，因为智利这个国家细长条，人口也不多，但是呢，它几乎控制着全世界铜的储量，20%就在这小国家里。你比如说金属钴，放射性元素的，51%的储量在非洲有个叫刚果金的国家。当然，中国现在也在买他们的矿啊，几乎也快把这个矿产资源给控制差不多了。你比如说金属锂，这金属锂，澳大利亚那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当然，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也非常丰富啊。那中国呢？中国什么资源最丰富呢？中国在全世界所有的矿产里头，最具话语权和垄断能力的就是稀土元素。这稀土元素啊，实际上它不是一种金属啊，它是17种金属啊，被称之为蓝系金属啊。它呢是在17几年的时候被发现的啊，但是陆陆续续发现完了，都过了150年了。为什么呢？这稀土元素啊，它们呢它是伴生在一起，许多金属都在一起啊。然后呢，它的化学活性啊都非常相似，它就有一个专门的一族，就叫稀土族，一共17种元素。一开始稀土元素运用的不多，国际上对它也不是特别重视啊。但是随着现代工业对稀土的应用领域呢越来越广泛，这稀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的稀土啊，最早被发现呢是在包头有一个地方叫白云鄂博。这白云鄂博这个地方啊，最开始发现的是铁矿。上个世纪10年代的时候啊，后来开采铁矿的过程中，在30年代发现，这铁矿里头啊，铁的含量不是特别高，但是白云鄂博所有的铁矿里啊，都伴生了大量的稀土。这稀土的储量大概是多少呢？非常惊人啊，大概啊占中国整个稀土储量的90%。白云鄂博就差不多1.2亿吨，实际上其他所有的地区加起来也是1.2亿吨，也就是白云鄂博这一个地方的稀土的储量就占全世界的1/2，你说有多夸张啊？但是呢，白云鄂博虽然发现呢稀土啊储量非常大，但是呢，中国当时啊这化学的分离能力很弱，所以呢，长期以来白云鄂博就当做铁矿来开采。建国以后50、60年代，白云鄂博非常著名的包钢嘛，包钢就是炼铁的，并不炼稀土，稀土炼不出来啊。但他们知道那里头有稀土，所以矿渣也没扔，就放在那个地方了。这后来啊，当时
这白云鄂博那个地方，如果要是想炼稀土，据说都是把这个矿渣分离到金矿程度送到日本。当年全世界这稀土分离的有2个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啊，工艺最先进啊。但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开始赶超的呢？这还是文革时期，1973年。那1973年，中国就是想把2种金属把它分离开，一个叫钋，一个叫铷。这钋和铷呢，就是稀土中间最难分离的2种金属，实在是太相近了。于是他们找到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个叫徐光宪的这么一个科学家这徐光宪呢是浙江绍兴人，1920年出生，1944年毕业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化学系后来呢是到英国到美国去留学，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化学的博士学位。刚建国的时候，美国不是宣布中国的留学生都不能回国了吗？他就赶在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前夕回到了中国，就在北京大学的化学系当老师。1973年，当时呢就中国的军方想分离这2种稀土元素嘛，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大学化学系。而徐光宪回国之后呢，一直研究稀土元素，研究了20多年了他就接下了这个任务接着这个任务之后呢，过去这个稀土元素的分离都是用这种什么结晶法这种一个是分离的纯度不高，另外一个是工艺比较复杂这徐光宪就琢磨，他就希望能够用萃取的方法来这个分离稀土元素。但是当时的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采取萃取的方式分离稀土的。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第1年读过化学系嘛，所以萃取这东西我还是了解的。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你就不同的物品你在不同的溶液里面，它的溶解度是不一样的。你就比如说有些有机物，油它不溶解于水嘛，但它有可能溶解的有机溶剂。所以你看那个大豆，现在一开始是早期的物理压榨，后期呢就是用一种有机溶剂浸泡，就把那油全都浸泡进去了这就叫不同的物品在不同的溶解液里面，它的溶解度不一样。所谓萃取就是利用不同的溶解度把它一点点分离出来的。这个徐光宪就想到了，能不能把这17种稀土元素利用它在不同的溶液中间的溶解度不同，我把它萃取出来。后来他就不停的实验，要通过一些络合的手段生成一种铵盐，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复合在一起的这个金矿放到这溶解液里头，把它串联起来，在这个地方它溶解液高，流出来的就是这种东西，在下一个它就在另外一个就流出来了他就用这种方式一下子就试验成功了，专门到包钢试验这种工艺，而且他还把这种工艺呢推广到了全国。所以中国一下子就从一个没有稀土分离能力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拥有稀土分离工业最先进的国家。那一转眼不就是改革开放了吗？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这个稀土金属1年的产量大概只有20吨，但是到了2006年就是变成了8万吨，那一下子扩展了4000倍因为当时各地因为这些技术本身都是开放的嘛，也没有申请什么专利，所以各个地方都开始纷纷上马，这稀土的加工完了之后可以出口嘛。所以呢，中国也把国际市场的稀土的价格都给打下来了，很多稀土的价格都下降30%、50%现如今，中国围绕着稀土大概有2.6万件稀土的专利，美国大概只有1万件那也形成了极高的专利壁垒那么中国在国际上这种大杀四方的出口，导致其他国家的稀土行业基本上都毁灭了。因为中国这个工艺比较先进另外一个价格非常低。你想想中国嘛，那个时候对环保也不是特别重视这个企业生产的过程中有毒有害的气体，甚至还有放射性的有害物的排放，中国呢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别的国家不敢嘛。所以中国这些企业稀土产品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就中国把整个稀土这个行业，从一开始的开采到选矿到冶炼加工，全部都给垄断了。萃取法还比较适合轻稀土的元素。中国后来呢，又在南方发现了很多重稀土的这样的一个矿藏像江西的赣州四川的凉山就重稀土。那么重稀土呢，这个分离呢，中国又发明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不是那种萃取了，而是直接用一种液体，就放到那个矿床里，把那个矿吸出来之后，然后再进行加工。所以中国重稀土的这种控制在全世界的那份额就更高了
从储量到产量，差不多控制了全世界98%的产量。所以你知道了，中国的这个稀土在全世界那确确实实是一哥的位置啊。就一方面它储量大，另外一方面它控制着整个从加工到生产到最后的环节。你就包括那永磁材料，永磁材料，美国自己没有一家永磁材料的生产企业，好像有一家在2015年的时候还被中国给收购了啊。所以所有的永磁材料都依赖于国外进口，其中80%来自于中国的进口。因为美国自己做的报告啊，就80%的稀土产品全部是从中国进口的。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突然对美国说，你现在我所有的稀土我不卖给你了，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灭顶之灾啊！你看，虽然说啊，当时2012年的时候，那美国跟日本、欧洲纠结一起去 WTO 去状告中国，但那个时候是在 WTO 体系下双方搞的。中国当时还尊重 WTO 的裁决啊，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就宣布放弃了啊。2012年的时候，中国搞了一个中国稀土的白皮书，就解释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加关税啊，因为中国有一些环境补偿啊，各个方面的。但是现在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是有备而来的，因为2019年、2018年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就曾经暗示过准备动用稀土的这个战略武器。当时习近平到中国的江苏赣州去访问、去视察。当时就有人说，其实是在敲打美国。美国你不要觉得我们中国手中没有牌啊，我们中国手中有牌啊。这中国的牌，告诉你还没开始用呢。你看到了吗？我到时候给你用稀土。2024年的时候，中国还专门出了一个稀土管理条例。这个稀土管理条例啊，就把稀土放到了中国国家战略资源的层面。它有几个方面特别重要啊。一个，这稀土啊，它所有的资源都属于国家。你一般的企业你不能生产，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稀土本身是专卖的，就是你一般人你不能随随便便的搞稀土的生产销售，因为过去中国很多稀土被人走私到国外去了。那中国的海关的数据统计的结果，那国外实际上销售中国的稀土的数量远远大于中国海关的数量了。据说最大的时候啊，这超过的数量有1.2万吨。所以中国通过稀土管理条例把稀土进行专卖。专卖的同时啊，更狠的实行稀土本身销售过程中间的溯源，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发现的卖到国外的某一个稀土溯源能溯源到哪一个厂子生产的，那这非常狠呐。那这就是说，所有的稀土从生产到销售的环节都由政府控制起来了。与此同时，就规定了稀土出口必须实行许可证制。许可证就是我允许你卖给谁，允许我卖给你多少配额，你才能进行销售。那有人说，在中国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在乎 WTO 的原则了啊？你想想，当时中国跟日本打这场所谓的稀土战争的时候，中国对 WTO 的规则总体来讲还比较尊重。但现在美国搞关税大战的时候，双方早已经不在乎 WTO 的原则了。美国早就把那个 WTO 的原则踢到一边去了。现在谁还在乎 WTO 的那个裁决呢？所以中国现在也豁出去了，你美国对我进行关税报复，我中国直接给你打稀土战。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啊，就是中国现在对美国在稀土方面卡脖子啊，美国有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啊重建供应链呢？抛开中国呢？在我看来还有点难啊。为什么讲呢？因为美国首先是自己的稀土储量非常少，据统计啊，它的稀土储量只占全球的1.7%，可以忽略不计啊。虽然它自己也有一点稀土矿啊，但是总体来讲，它依靠其他国家。美国这方面也不是不使力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前一段时期，那泽伦斯基不是到美国去吗？ Don't tell us what we're going to feel. You should be thanking the president for trying to bring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Disrespectful to the country.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美国不是拿出一份协议，要求泽伦斯基跟他签吗？签的这个协议里头，一个特别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美国要开采乌克兰境内的矿藏嘛。这矿藏里头，一个是重要的锂资源，另外一个就是稀土资源。就特朗普啊，对乌克兰境内的稀土矿的这个储量是垂涎已久啊。那乌克兰现在呢，能卖的也就是资源嘛。但是问题是，据了解啊，乌克兰现在境内的很多稀土资源都已经被俄罗斯给占领了。你美国就是想开采，你除了要跟乌克兰搞好关系，你还得征得
俄罗斯的统一呢？俄罗斯要不统一，其实你也开采不了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注意到没有？那川普上台之后，不是一直想把格陵兰收为美国的领土吗？那有人就分析了，他为什么要想把格陵兰这么一个兔子都不太拉屎的地方收到美国领土呢？那格陵兰虽然很大，一共就是5-6万居民呢，那冰天雪地的。有人就讲了，这格陵兰岛啊，有蕴藏了大量的稀土元素。如果美国要是能够把格陵兰给拿下来，那它的稀土元素的蕴藏量一下子就增加了嘛。所以你看到了，美国在全球各地啊，也不遗余力的想要给自己争取这个能力呢，但是看起来不是特别顺利啊。那紧接着呢，那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澳大利亚有一家这个稀土矿，现在是除了中国以外产量最大的，每年能产2万吨。要说这里还挺悬的，2015年的时候，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还准备把澳大利亚的那个稀土矿给收购了，变成51%的控股公司。后来澳大利亚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没有批准，如果那样批准的话，那美国更完了。那么这个矿呢，现在包括日本、包括美国都跟澳大利亚这个稀土矿签了长期协议。那这是中国之外唯一一个稳定的可以给这些西方国家供应的这稀土矿啊。但是啊，澳大利亚这家稀土矿啊，它的加工也不在澳大利亚，而是在马来西亚。这发达国家有个问题，他们对环境要求啊都比较高。这稀土啊，在加工生产的过程中要产生很多有毒有害物质，甚至还有很多那种放射性的物质。因为稀土矿啊，经常跟那些放射性的元素啊伴生在一起。比如说稀土矿里头就含有一种金属叫镀，这镀呢就含有放射性。中国的白云鄂博的稀土矿里面啊，在加工过程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的尾矿，那怎么办？那中国当然要求不高，就排到黄河里头去了啊。那后来徐光宪院士啊，到了这个白云鄂博都讲过这个放射性的垃圾怎么处理的问题啊。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讲，那这个是严重的要命的啊。那美国的那个稀土矿后来为什么被关门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美国的环保署给处罚了，就是他自己生产这放射性的这个垃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如果要想重建自己的产业供应链，在生产也包括开采这个环节里头，面临着无数的困难。更重要的困难就是技术人才的消失。你比如说，美国当年不是有一个自己的矿吗？那不是2002年的时候关门了吗？关门了，2017年重启的时候，当年这个产业工人也包括技术都散失掉了。所以它现在这个矿啊，再生产出来这个矿精的时候，还要送到中国进行精选和冶炼加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美国现在要想脱离中国，重建稀土的产业链，至少在未来5年到8年左右的时间里是不太现实的。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卡脖子啊，还是会卡那么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轻稀土元素，这个重稀土元素啊，那中国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就更高了。现在差不多全世界98%的重金属元素啊，是由中国生产的。在中国之外，也就是缅甸那个地方还有点矿，但是缅甸这个矿呢，也依赖于中国的加工能力，缅甸自己没有加工能力嘛。所以啊，这个方面啊，你在其他国家来讲就更难跟中国进行抗衡了。所以中国现在拥有的稀土真的有点像当年呢海湾的国家所拥有的石油。所以他真要是发起这个稀土战争的话，那美国、欧洲包括日本这些国家，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的还真就没有太多的办法啊。所以这是中国在贸易战过程中你留的一个杀手锏。你不是跟我进行关税方面的战斗吗？我直接把稀土我给你停了，我让你美国的战斧式导弹你生产不了了，你 F-35的战斗机你生产不了了，你总要重新跟我来谈判吧。当然了，咱也不知道啊，这特朗普现在态度软化了啊，是不是跟这有关？但我个人认为啊，至少有一点，就是目前啊，就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所呈现的复杂局势啊，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了，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啊，这西方这些国家还是要大力发展这个关于稀土方面的这种分离技术啊，努力绕过中国的专利壁垒。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方面受制于中国，那对于中国来说，手上拥有这样一个卡脖子的资源啊，随时随地这都是一个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你要想跟中国脱钩，那你这相当于自产骨肉嘛，你相当于要断臂嘛。
你真要是断臂的话，那你对你整个这经济的影响，可能后果呢，那是不可估量的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同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18号公告，对山、嘎、特、氐、鲁、抗、彝等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发布第21号公告，将16家每10